近期，在俄军向阿夫迪夫卡发起大规模进攻之际呢，乌军却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战线。近期呢，有消息称乌军的4个营已经陆续渡过了第聂伯河，向对岸的俄军防线发起了进攻。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情况。在巴以冲突发生巨变的10月，乌克兰战场的作战态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就俄军的情况来说，全线的作战行动明显是更为积极了，主动出击的频率更多，尤其是在阿夫迪夫卡方向发动了大规模的装甲攻势，最终结果损失惨重。而另一边的乌军呢，在俄军发起进攻态势之后呢，总体动向也转为了防守。虽然依旧在重点方向保持小规模攻势，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以守待攻。正当俄军以为对方要全面转入防守态势的时候，赫尔松那边就出事了。赫尔松方面的战事，其实从去年11月上旬俄军从西岸撤军，并且炸毁了3座桥梁之后呢，就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了。该战场在整个俄乌战场的交战烈度呢，是仅次于俄西部军区主导的库皮扬斯克战线，因此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，大兵也一直没有太多关注这里。乌军在这里的长期布防呢，主要是几个领土防卫旅、一部分特种部队和炮兵，而俄军在东岸的防守的部队呢，也是一些2线部队，还有些呢，则是在先前作战中战损比较严重的单位来这里休整兼守备。因此在前一段时间，两军交战的主要方式就是隔河炮击，或者是组织小部队争夺河中沙洲的无人地带。这方面呢，相对于乌军的行动更为积极。俄军呢，主要是被动防守，因此在将近1年的交手后呢，乌军是实际控制了大部分的河中州，并在东岸的安东诺夫桥头建立了固定阵地。而俄军方面呢，在东岸地区也打造了相应的防线，不过其主要阵地是不在河边地带，而是在河东岸一定的纵深城镇、交通要点和有利地形下构筑。这样就使得此次乌军在渡河行动中基本是没有出现交火场景。他们趁着俄军将重心放在了东线战场，数支主力部队得以在安东诺夫斯基桥东侧区域展开渡河行动，并快速向南推进，收复了皮沙尼夫卡村和波伊马村。这速度可比俄军是要快多了。其中呢，波伊马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因为它毗邻火车站，将成为乌军下一步攻势的重要补给站之一。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推进非常顺利。其派出的呢是海军陆战队第35和36旅的2支突击群。另外，哥萨克营地附近呢也观察到乌军大约一支300人左右的部队正在准备渡河。这轮乌军的渡河速度完全超出了俄军预期。当然造成这行动成功的原因之外呢，除了乌军抓住时机，俄军方面也是有一些懈怠了。毕竟对于河对岸的俄罗斯人而言，河防战线有大河屏障，乌军难以投送大量兵力和重武器渡河，即便渡河后呢，也难以快速发展进攻，这可以让俄军有充分时间可以应对。如果俄罗斯反应再快一点，甚至还能够对乌军半渡而击。这就是为什么乌军的4支部队在渡河过程中仅只是遭到了炮击。除此之外呢，漫长的第聂伯河防线让俄军无法在每一个地方都部署大量兵力。从卡缅西克到金本沙嘴，总计呢是400公里以上。自新卡霍夫卡水电站以下的赫尔松核心地段也有160公里以上。所以我们在赫尔松方向先期的两军攻防战中，极少见到实际的近战交锋，主要还是以炮战形式展开。不过上面的这一切呢，随着乌军开始渡河而逐渐改变了。当前达奇安东诺夫大桥奥列斯基市是近期建立的最大桥头堡，俄罗斯人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甚至动用了伊斯坎德尔导弹都没有打掉这个桥头堡，这也是乌军攻打奥列斯基的主要进攻点。而乌军目前的攻击阵地主要是在安东诺夫大桥的左岸，而哥萨克营地村呢，也是乌军前期建立扩大的桥头堡。俄罗斯人著名的225旅在这里吃了大亏，几乎被全部歼灭。这个地点呢，和海军陆战队的新桥头堡之间只隔了一个村子。如果乌克兰部队顺利拿下这个村子，这里的桥头堡阵地就可以连成一片了。除此之外呢，地图最东边的克林基也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登陆点。目前从俄罗斯人发布的 FPV 无人机攻击视频可以确认，克林基村呢已经被乌克兰控制了。
至此可以证明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和35旅的部队确实渡河了，兵力大约是4个连。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些陆战队的实力吧。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在2022年俄乌战前呢，乌军真正组建完毕，并且具备作战能力的海军陆战旅，主要就是第35和第36旅。此外呢，还有炮兵第406旅等单位。其中呢，第36旅是一支屡败屡战的部队。该旅呢由3个步兵营组成，他们分别是第1营、第501营和阿里斯蒂德营，以及坦克营、炮兵营和其他后方部队。在俄乌战争开始时，该旅的大部分呢是被部署到了马里乌波尔和周边地区。在这里，第36旅设法将俄罗斯的进攻推迟了几周，但伤亡惨重，随后撤退到了马里乌波尔。在这场战役当中呢，该旅的大部分士兵都战死了，指挥官和他的参谋人员被抓获。随后，该旅的指挥权由第1海军陆战队营的指挥官接管。这时候，大部分士兵选择和亚速营一起进入亚速钢铁厂死守，还有一小部分人决定继续突围。他们躲在通风井里等待机会离开。在躲藏了1周后呢，这些士兵徒步离开了马里乌波尔，前往最近的乌克兰阵地。他们沿着卡尔米乌斯河向北走，主要是在晚上行动，白天休息。2周后呢，第1批海军陆战队抵达乌克兰部队前沿阵地。而这些幸存下来的人们也成为了新成立的海军陆战队步兵营的支柱。随后呢，乌军以该旅残余为基干，又将该旅重建，并从赫尔松反攻作战时重新参战。至于第35陆战旅在战争爆发时部署在敖德萨地区，作为反登陆部队存在。俄军登陆威胁排除后呢，该旅则是赫尔松反攻的主力部队之一。在赫尔松的战事解决后，这2个旅呢又被东调到顿涅茨克正面战线轮战。此间呢，乌克兰又新组建了第37陆战旅和38陆战旅，其中呢，第37旅是北约化旅，第38旅为乌军自己编练。2023年6月初，乌军发动大反攻作战后呢，第37旅率先投入到大诺沃希尔卡方向的部队之一。该旅的典型装备是法国援助的 AMX-10RC， 被充当坦克之用。此后，乌军又陆续将第35陆战旅、36陆战旅也投入到了大诺沃希尔卡方向，尤其是第35旅被当作主力使用，甚至可以说是乌军在这个方向的头号王牌，连续拿下了好几个定居点。在双方战线进入僵持后呢，乌军又将第38旅也增援过来，至此乌克兰全部的4个海军陆战旅均投入到了该方向。显然，大诺沃希尔卡已经成为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主场了。在乌军取得削平俄军突出部战果的同时，自家陆战队的折损也很大，因此在后来一段时间呢，这些部队就被迫撤出战场休息。现如今，他们再次在赫尔松登场，并且参与渡河作战。只不过，乌军的这一举动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测，认为乌军是否要趁着俄军将兵力都放在顿巴斯地区的时候，在赫尔松玩一票大的呢？大兵个人认为这一点的几率其实很小。虽然目前看来，现如今乌军已经在安东诺夫公路桥、铁路桥以及更北侧的克林基方向均在渡河之后打造了稳固阵地，并在更多方向尝试登陆。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乌军渡河作战的消息出现，但想要派出大规模部队渡河推进，难度还是比较高的。大部队的渡河作战需要强大的后勤力量的支撑，而当前呢，乌军并不具备这种条件。美国和德国提供的浮桥车数量并不足以支撑乌军来一场大规模行动，而且这种大规模的渡河作战是很容易被俄军半渡而击的。小部队登陆河岸的难度其实并不大，难的是投送大部队重武器，并且保证跨河运输不断。这些仅靠小艇是无法完成的，需要架桥，并且确保桥梁和渡口安全才可以。这些在当前乌军的条件下还是很困难的。此前，俄军之所以要撤出赫尔松，就是因为其后勤路线已经完全处于海马斯的打击之下了，不走只能等着被困死。然而，乌军在赫尔松十分缺乏防空火力支援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强渡第聂伯河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损失。那么，乌克兰为什么还要派出全部的陆战队进攻呢？这里大兵有一个不成熟的猜测，那就是练兵。前面咱们也提到了，当前的乌克兰战场上，赫尔松由于第聂伯河的缘故，战争烈度是远远低于其他方向。乌克兰海军陆战旅主力转移到这里，其真实的目的呢，很有可能是跟俄军第810旅至此的原因一样，
都是在作战烈度相对较低的战场上进行休整。毕竟乌克兰的陆战队才刚从大诺沃希尔卡战场出来不久，十分需要时间来休整一下，补充兵力。但是休整不代表不能打仗，在赫尔松组织高频次的渡河登陆作战，并在若干地点确保桥头堡，不仅能够维持进攻的士气，还可以起到练兵的效果。毕竟像这种高频率的渡河作战，每次实际投入的兵力并不多，大多是连排级单位，这样乌军主力的休整并不会因此被打断，反倒还可以起到练兵的目的。乌军如果想要发起战争级的渡河作战，至少需要当前这几个陆战旅整补完毕，而且还需要继续向赫尔松增派部队才可以。当然，最好的选择呢是等待美国、欧洲更多的援助。毕竟就当前来看，乌军整个反攻思路和战线进展对于俄罗斯来说那是致命的。俄罗斯的武器损失越来越大，而乌军呢却还能满心欢喜地等待新战机的到来。多个国家表示，中东局势并不会影响对乌克兰的援助，俄军试图借中东局势趁机反击乌军的希望，怕是要落空了。那么说完了赫尔松战线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战线。乌军近期在巴赫穆特地区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，在克里什奇夫卡、安德里夫卡以东，乌军正在缓慢前进，打得俄军被迫撤离战壕，俄军遗弃装备和阵地逃走。同时，库久米夫卡最近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，乌军正在从北部和西部向前进攻，夺取库久米夫卡是能否进一步前进的关键。当前，俄军在巴赫穆特外围已经不具有任何优势了，由于损失惨重，俄军不得不向这里调派额外的增援部队。在扎波罗热地区，乌军在科帕尼以北、新费多里夫卡以西取得成功，乌军沿着战壕向东进军维尔博韦以北。而新普罗科皮夫卡方向的乌军当前进展不大，似乎正在进行休整轮换。一旦轮换完成，这里也势必会出现猛烈的攻击。除了进攻方面，乌军防守方面呢也有优秀的表现。乌军内政部长顾问克拉先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，俄军企图占领阿夫迪夫卡的行动再次失败了。俄军虽然在阿夫迪夫卡以北猛攻，仍然被乌军歼灭多数成员，大量作战设备也被破坏。格拉先科指出，因俄军损失惨重，所以有不少俄军拒绝在阿夫迪夫卡继续作战了。为此，俄军不惜出动督战队，发起强硬进攻，以大量牺牲为代价推进。但这种做法呢，可能会导致大量俄军拒绝接受作战命令。可以看出，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下了血本，即使遭受重大损失，仍然不断地向这里派出增援部队，投入所谓的自杀式进攻中。俄军在这里获得几米的前进，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这已经是一场战略失败了。乌军第114摩步旅以1:15的兵力防守，居然让俄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然而在这次进攻中呢，我们也肉眼可见地发现，俄军真的是有点打不动了。在阿夫迪夫卡的进攻中，俄罗斯使用了卡车纵队，而没有使用装甲车，是因为损失太大，不得已用卡车做纵队冲锋。这些卡车呢是1932年定型的，大概是1970年生产的 GAZ-AA。就是不知道下一步俄军还能把什么古董装备拉出来战斗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